兄姐妹们，我们在上一堂课，我们认识到了马丁路德最喜欢的两个人，一是他最敬爱的太太凯撒琳，二是他最亲近的朋友，叫做菲利莫兰顿。所以这是两个。那马丁路德有没有不喜欢的人呢？其实也有。我们今天来认识三位，也因着这三位呢，你发现改革教会呢就开始有分裂了。还是教会有分裂了，所以我们今天来慢慢的来认识，到底这三个人是谁呢？这三个人如何的导致他们与马丁路德之间的分裂？第一位其实是一位在威登堡大学的教授。当马丁路德在1522年回到威登堡的时候，在当时有一个教授叫做安德烈亚斯，所以这安德烈亚斯呢，他希望什么呢？他希望可以从天主教里头彻彻底底的断绝所有的关系，彻彻底底的断绝所有的关系。所以他希望在信仰上，在教育上，只要有任何东西看起来、听起来是跟天主教有关系的话，他都希望能彻彻底底的改革。不过从马丁路德的角度呢，这太极端了，非常极端。因为有好些事情呢，并非如此。打个比方，三位一体的教义，其实严格的来说，三位一体的教义在这教义上，天主教和抗罗宗是一模一样的。天主教相信的三位一体呢，是合乎圣经的。所以从这些角度，马丁路德就认为说，我们不能这么做，我们不能为了要从天主教里头隔离出来、分别出来，我们就把所有过去1500年，甚至教父的教导，甚至合乎圣经的教会的传统，都什么呢？都除掉这是不应当的。所以当时这安德烈斯呢就离开了威登堡。安德烈斯离开了威登堡，去了哪里呢？去了瑞士，找一位牧师，叫做慈运理牧师。所以英文叫 Zwingli。所以在那个地方慈运理牧师接待了这安德烈斯在那里呢，他们继续的成为同工。所以这是第一位安德烈斯。我们现在认识第二位，第二位是谁呢？第二位是一个罗马天主教的神父，也是老师，也是神学家，叫做伊拉斯谟 （Erasmus）。伊拉斯谟，所以这伊拉斯谟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。他编写了教父们的著作，他的作品呢分送给各个地方。他甚至开始了第一次教会新约圣经的这圣经批判的这先锋，所以他开始了把这新约圣经的希腊文版本呢综合在一起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。不过为什么这位神父伊拉斯姆呢和马丁路德不合？因为他们看待这个神学的那个结果不太一样。他们认为什么呢？这神父呢就认为，是的，教会有腐败，是的，在罗马天主教当中有很多的错误。不过我们要什么呢？我们要保守教会的合一，不付上所有的代价，甚至是在真理上妥协了，我们仍然要使这教会合一。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了，这马丁路德会高兴吗？马丁路德不高兴，完全不开心，非常反抗他因为马丁路德觉得在这真理上，在核心的真理上，我们必须什么呢？我们必须持守。如果需要付上这个代价，我们就摆上这个代价吧。不过其实这个这位神学家，这位神父呢，他在两难之间。因为从天主教的角度呢，伊拉斯姆呢，他们也不喜欢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觉得伊拉斯姆在教会里头在提倡教会的改变。伊拉斯姆呢，希望教会能回到这纯正原始的基督教里头。所以因此呢，罗马天主教里头的领袖们非常不高兴这位神父。
所以这是第二位。那第三位是谁呢？第三位刚才我稍微有提到了，那第三位就是接待安德烈亚斯的那位改革家，那位瑞士的改革家。在欧洲，德国在北边，瑞士就在德国的南边，所以安德烈亚斯就逃到南边的这个城市叫 Zurich， 在那个地方呢遇见了这慈运里牧师，所以这慈运里牧师呢，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，因为他在马丁路德的时代呢，和马丁路德是同辈的。其实他只是小马丁路德1岁，他不只是小马丁路德1岁啊，他成为神父的时候呢，他全职的时候也是迟马丁路德1年。他在1518年的时候，成为了这个苏里克 Zurich 大教堂的神父。所以可以想象一下，马丁路德在1517年在这威登堡大教堂把这95条论纲钉在这门口上啊。这1年后呢，其实子英里呢，他在苏里克那个地方成为了神父。不过有趣的是，他在1518年的时候成为神父啊，在1519年的时候，其实这慈运里呢就在教会里头在开始改革了。天主教的神父啊，弟兄姐妹们他在短短的1年里头，1519年就开始改革。他做了什么事情呢？他取消了弥撒，他开始鼓吹改革，他开始强调说，福音的真意是我们应当相信，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独生的儿子，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旨意，他借着耶稣基督的牺牲，把我们从死亡当中、黑暗当中、败坏当中拯救出来，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和好。这是福音，这是我们当相信的福音。这福音是一个100%恩典的礼物。所以这年头我们听起来，我们觉得这个道理很简单啊，这个道理打开圣经非常直白啊。我想弟兄姐妹们，在子运里过去的1000年，中世纪的时代，他们慢慢的将会把这个重要核心的福音真理呢给遮盖了。所以来到这子运里，在这苏里克做的事情，不只是取消弥撒，他鼓吹什么改革呢？他做的事情其实比马丁路德多。在瑞士那个地方，他开始批判这玛利亚说，基督徒我们不能拜玛利亚。我们不能向玛利亚上香，因为玛利亚只是一个普通的人，我们不需要和玛利亚祷告，我们也不需要和向圣徒们朝拜所以这些都是什么呢？都是错误怎么看待这弥撒修道制修道院的制度呢里头的败坏？所以慈运里在这瑞士那个地方开始解说，开始强调圣经的权威开始强调圣餐为的是纪念主来到这里呢，就开始了一个与马丁路德的争执。所以你听起来，这慈运里这个人挺不错的为什么马丁路德不喜欢他呢？其实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慈运里接待了这安德烈亚斯，安德烈亚斯是个极端派，他去到了这苏里克那个地方这个马丁路德非常不高兴非常不高兴，这个慈运里竟然接待了这个安德烈亚斯，这是第一。而第二呢，就来到圣餐的观念。罗马天主教徒他们相信什么呢？当这神父献上饼和酒的时候，这饼和酒呢，它会变质，所以这就是罗马天主教的一个教义，叫做变质说 （transubstantiation）。变质说意思就是当这神父献上饼和酒的时候，在那个时候呢，立马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呢变了变成什么呢？变成那块饼那块肉。从外貌的角度呢，从形制的角度呢，其实你看来还是一样的。不过其实从本质的角度呢，
天主教徒真的是相信说那个饼和酒呢，真真实实变了，变成了耶稣基督的肉，变成了耶稣基督的血。所以罗马蒂路德和子玉里的角度呢，这样的一个神学观是错误的，这样的一个神学观是迷信的。所以他们强调什么呢？他们强调说，耶稣基督这个圣礼呢，是为的，是纪念他。但是，马丁路德没有停留在这个纪念这个观念，子运里认为这是留在这个纪念的观念。不过，马丁路德开始了另外一个说法，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论点。马丁路德说，圣餐合治论是不是变质了？现在是合治论，合治论。这也就是这年头新议会或者路德宗他们看待圣餐的那个教义。怎么说呢？这个变质论说饼和酒在献上给神的时候呢，就变成真的耶稣基督的血和肉。不过合治说 consubstantiation， 合治说的道理是，这酒和饼仍然是酒和饼。不过当你和我在领受的时候呢，耶稣基督的血和肉就存在这饼和酒的其中。所以这个道理其实不容易明白的。但是你可以想象，这就是马丁路德的观点，所以因着这个观点呢，马丁路德就和子玉里发生了冲突。所以以后我们会来看加尔文怎么处理这个圣餐的观念。不过在那个时候呢，有没有人想帮忙？有啊，弟兄姐妹们，当你看到这改革中的两位巨人一位是马丁路德，另外一位是子玉里，一个在德国热心的服侍，另外一个在瑞士中心的服侍的时候，当中是有人想起来说，我们可否做和好的工作？所以其中一位呢，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改革家，他人不住在德国，他也不住在瑞士，他住在法国，他的名字叫做马丁布瑟 （Martin Bucer）。所以呢，马丁布瑟也是修道士，而子英里还有马丁路德都一样，他们之前是修道士。不过马丁布瑟呢，他也是一样，他看到了这个马丁路德的刊物的时候，他就在1521年的时候离开了修道会，成为了在法国的一个改革家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马丁布瑟呢就觉得，他应当什么呢？他是否可以让这此运里和马丁路德和好？所以他就安排了一个地方叫做马尔堡 （Marburg） 马尔堡那个地方，在马尔堡1529年他希望解决双方对圣餐的争执，所以他希望他们可以一起来讨论。谁知道这样的一个对谈失败了，其实那个结果相当的悲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马丁路德在离开马尔堡的时候，他甚至拒绝伸出他的右手和子玉里握手，来表示他们是伙伴，他们是同工，他们是弟兄们。所以这导致了这抗罗中的一个大分裂。以后再有这样的机会吗？没有啦，弟兄姐妹们。因为这子玉里在2年后，1531年的时候，当瑞士的天主教军来攻打瑞士的时候，子玉里陪同这些基督徒的军队去对抗去打仗的时候，他就在这个战役当中阵亡了。所以以后他的接班人叫做布林格。布林格就为此一例写下了一个传记，使到我们这年头，我们仍然可以多认识这位伟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总结一下这马丁路德的工作。马丁路德的工作是相当沉重的，他不单只是写作，他做教导的工作，他组织新的教会，他提供什么呢？提供领导能力非常非常重要。马丁路德在1546年的时候，2月18号就回天家了。在回天家的时候，他的好朋友莫兰顿，他其实在他的做了一个见证。他说，确实马丁路德确实有时候是太过严厉了，但是这莫兰顿的分析是如此的，他说正是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全面性的混乱的一个时代，上帝才赐给我们一个如此严厉的一个医生。所以他指的是马丁路德。
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是马丁路德的脾气，他的辩论的方式，他的极端刻薄的言语是他的优点，也因着这样，他具有什么呢？具有非常吸引人的领导能力。不过也因着他的脾气，他的刻薄的方式，也使到他和很多的改革家不和睦，没有合作，也不合一，带来一个很大的困难。所以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当我们从他的身上，我们学习到他的故事的时候，也让我们审查自己，我们自己生活当中，很多时候我们的优点也确实成为我们最大的弱点。